怎么，我是周星星，扣我啊？是啊，正好，我刚刚破获一个惊天的杀手集团，抓到几个罪有应得的匪徒，叫人来全带回去。我也有份呢。李警司叫你马上赶到现场去。我正在保护证人，走不开啊。李警司叫你放下一切，马上到现场去。真的放下一切？是啊，放就放。哎，等我把枪捡起来才能动哦。一个身价100亿的年轻富商，却在人生最愉悦的时候，被人用钉锥狂扎了300来刀。现场除了残留了些小生命外，其他线索被处理得干干净净。结果巧合的是，死者王百万竟和警员阿星长得极为相似，唯一的区别就是脸上多了颗痣。同一个城市，年纪又这么相仿。阿星第一反应是老爹在外的私生子，于是为了缓解内心情绪，他假装淡定地端起床头，只备一饮而尽。可殊不知，这就是现场的唯一物证。哦，在这里啊，没有了。阿星恶心地跑去一旁刷牙漱口，李警司却觉得他此举很赞，但一码归一码，现在唯一的小生命物证遭到破坏。李警司要阿星伪装成王百万模样，卧底到他家调查线索。因为王百万自从发迹以后，就喜欢上了拈花惹草。发妻朱迪和他闹了几次没有效果后，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唯一的底线就是不能带回家玩。如今王百万意外惨死，朱迪自然成了第一个怀疑对象。而案发后，李警司全面封锁消息，令朱迪只以为是自己的丈夫失踪了，这才给了阿星冒充的机会。可阿星一听，立马跪在地上拒绝。他上次花光10万老婆本做卧底查案，气得女友阿敏差点赌气嫁给别人。现在两人刚和好数天，再去做卧底，简直就是刀尖上玩火。更何况这次还是假扮别人的丈夫。但李警司对此却不以为意，还从痛哭流涕的阿星身上踩过，随后打开房门，让手下警员以故意破坏破案物证，对卖惨的阿星做笔录审问。而俗话说泥人还有3分火气，既然软的不行，那就来硬的。只见阿星一把将李警司推在墙上，做人处事不要欺人太甚了你。告诉你，我是虎鹤双形的冠军，夺命剪刀脚跟降龙18掌也都有几十年的造诣了。通常这种情况下，面对下属的贴脸口还发飙，领导也就顺坡下驴，再另想其他办法。可不料下一秒，阿星却率先变脸怂了下来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一把热武器就轻松搞定了小愤青。随后阿星的卧底任务正式启动，李警司也开始做战前动员，表示不仅会在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持，还让阿星挑个精英协助破案。结果挑来挑去，阿星却一眼相中了全警局最废的老六，同时也是女友的表哥乐哥。接下来最头疼的就是怎么委婉的和阿明坦白一切。于是在晚上的约会时间，阿星借看电影哆哆嗦嗦说出了卧底一事。果不其然，阿敏一听当即就炸了毛，警告阿星要是敢去，两人就原地分手。因为据不完全统计，朱迪的私生活比王百万还要混乱，一旦到时阿星和他睡在同一张床，我会睡得很惊喜，绝对不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闻听此言的阿敏更加来火，扬言阿星敢去他就出去乱玩，并且还要夜夜当新娘，天天不重样。而一旦发现阿星有对不起自己，他就会像凶手杀死王百万一样，将阿星绑在床头后用钉锥刺死。阿星吓得慌得一批，回到家后赶紧偷偷锯床头，以防悲剧发生时能保全自己。不过就在快要锯断时，阿敏突然将他给叫到了客厅，这也为后来的对决埋下伏笔。女友惩罚阿星写完所有春联，才能到房间玩跨年游戏。此话一出，立马激发了阿星的隐藏潜力，不仅手脚并用做到双管齐下，还能用脚夹面条自动吃饭。这种独一无二的天赋异禀，显然已经超出了阿敏的认知范畴。很快到了第二天，朱迪来到警局领取自己老公，她浑身散发的性感妩媚，一众警员看得哈喇子直流。而随着她的一个换腿转身，众人更是差点被高光晃倒在地。随后进入正题，李警司谎称在发现王百万时，他浑身只有一个内裤，并且眼神呆滞，警方怀疑他被人打劫了。后来经过医生全身检查，诊断王百万心灵重创，患了间歇性失忆。不过朱迪却不信这套言论，还打算抽根烟来缓解一下情绪。这么多男人没一个抽烟的吗？王太太，对不起啊，这房间里不准抽烟。抽烟要不坐牢啊？坐牢倒不要哈，要罚5000块。这有1万块，请你一块抽吧。王太太，钱并不是万能的。钱不是万能的，不过没钱就很头痛了。眼看朱迪一副嚣张跋扈嘴脸，李警司赶紧让阿星假扮王百万出场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朱迪见到老公的方式简单粗暴，直接一巴掌招呼了上去。这和李警司预想的情况不一样。如果朱迪是凶手或者谋划了杀夫，就算心理素质过硬，隐藏的再好，也能从眼神中察觉到一点微表情。而现在的朱迪明显是一无所知，并且还对着阿星一通乱骂，话里话外都是指责他拈花惹草玩过了头，才会招致这无非的事端。没有办法，李警司只能在一旁胡扯瞎掰，帮阿星圆场。可不料他说的唾沫星子横飞，朱迪依旧余气未消。一旁的乐哥终于看不下去了，我已经忍了你很久了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老公掉了就来报警，老公找到了又不安静，在场我把你们全部抓到深郡，在深郡关上你1年半载的，我看你进不进？看他干什么啊？你要看着我的。
还能保你多久啊？这种连警司都敢怼的人物，吓得朱迪再也不敢在警局嘚瑟，赶紧领着阿星灰溜溜的回家。但一进门，阿星就被屋里的豪华装修给亮瞎了眼。他知道王百万好，可没想到会这么好，所有家具都是名牌上品，楼上楼下一大票下人在旁听后差遣。而就在阿星还在感叹贫富差异时，一个女人哭哭啼啼的走向自己，他以为这是王百万的老妈，结果却是家里的佣人。紧接着一个孩子冲他喊着爸爸跑来，阿星立马将其抱在怀中，竟显父与子的其乐融融。可下一秒又被啪啪打脸，小孩竟然是园丁的孩子，只因见谁都只会喊爸爸。接着阿星又将肤色相差太多的老爸错认成了管家。总之没有一次是蒙对的。最后更刺激的来了，王百万生前养了一条爱犬，下人牵出来准备让一人一狗相认，而狗的鼻子最为灵敏。尽管阿星此时和王百万相差无几，但身上气味却掩盖不出他的冒牌身份。美牛，傻牛、胖牛、老牛、马牛、臭牛、小牛、铁牛，万不然无不拿，黄金周星驰。好在爱犬只是咬住了阿星大腿，在兽医的拔牙帮助下，这场相认环节才终于告一段落。而朱迪只当阿星刚回到家，一时半刻记不起来也算正常。接下来两夫妻如往常一样按摩，可平常倒头就睡的王百万今天却显得格外精神，并且朱迪下意识地催他去洗澡。阿星立马乖乖地跑去浴室。要知道人的记忆可以丢失，但身体的记忆总会保留那么一星半点。于是朱迪拨通李警司的电话，表示阿星根本不是自己的老公，